这扇子真漂亮，像是我仙家的东西。破云扇。请，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，青丘的那位姑姑马上就要到了，千万不能有强光透出来。是。我是不是闯祸了？闯祸的不止你一个，扇子是我给你的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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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要抛下阿离和夫君呀？小仙君可是认错人了。苏苏。夫君，师父，不，他不是师父，他不是。放肆！我认错人了，要不会像你如此疾言厉色。冒犯。先有客套的很。娘亲生气了吗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娘亲，阿离。告辞。夫君，他跟洗蜈蚣里面娘亲的画像很像。洗蜈蚣，莫非他就是天族太子夜华君？姑姑，绍兴，姑姑，你我已非主仆，不必拜我。姑姑，这300年来，绍兴日日去谷口苦等，却等不到姑姑的召见。姑姑可还是一直怨着绍兴？你去洞口等过我，尼姑可从未提起过。不过，300年不见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啊，我听哲言提起过，他说你已经怀了第4胎了。看来你与那水君感情不错。水君待绍兴一直很好，可是绍兴终究放不下300年前的事。绍兴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是极不愿意见你的。不过虽然你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毕竟我们主仆一场，你想要什么便说吧，我许你一个心愿。绍兴并不想要什么，这300年来，绍兴只想求得姑姑的原谅。无论过多久，绍兴都是狐狸洞中的人。别，你可再不是我青丘的人了。这个心愿
是为你出嫁准备的贺礼，你且说吧，我都成全你。你说完之后，你我主仆的情分也就尽了。绍兴料到姑姑会生气，可是为什么不肯给绍兴一个机会呢？你当真不明白？可是姑姑从来就没有见过桑吉，也说过不会喜欢他。那姑姑跟桑吉成婚是不会快乐的，而且姑姑失去桑吉，还能得到更好的。叶华君就很好，他还是未来的天君。但是绍兴如果失去桑吉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说得不错。绍兴以为姑姑是弃我不打一声招呼就擅自离开青丘，但是绝不会弃绍兴和桑吉成婚的，因为在绍兴心里，姑姑一直都是深明大义的神仙。看来你真是不明白。绍兴，你可记得当年在青丘欺负你的那些同族？记得。你也应该知道，他们当中有些人并非是真心想欺负你，只是如果他们反过来保护你的话，也会被其他人欺负，所以他们只好跟着最强的人来欺负你这个最弱的。你可会原谅他们？不会。所以啊，推己及人，我不愿见你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一个上神，修炼了10几万年了，才到达今天这个阶品。我这情操和领悟是有多低呀！我实在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上神，你真是过奖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虽然你是无心的，但你害我被四海八荒嘲笑。娘亲干嘛要说自己不是深明大义的神仙？娘亲是天上地下最深明大义的神仙。你是从土里冒出来的吗？不，阿离不是用仙法过来的，是随夫君走过来找娘亲的。夜华不是，姑娘竟是青丘派遣上神。老身不偏不倚，刚好大了夜华君整整9万岁。夜华君还是论辈分，唤我一声姑姑吧。阿离唤你做娘亲，我却要唤你做姑姑。芊芊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说起道理，刚刚我同这位姑娘说话，你们却在后面偷听了很久，又是什么道理？我和夫君可没故意要偷听。夫君说娘亲也在追我们，于是才在那边路上折过来，走近了看到这位夫人和娘亲在说话，我们就只好回避。娘亲也来追我们，是因为舍不得阿离，要跟阿离跟夫君回天宫吧。什么舍不得？我不过是迷路吧。阿离说的对，你娘亲她的确舍不得我们。娘亲最好了，娘亲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天宫？回天宫？明天就回去吧。太好了，娘亲就要回家了。你这么久没有回家，有没有很兴奋？兴奋？娘亲
亲，既然你们话已经说完了，我们就走吧。稍等，我还有话同这位姑娘说。回去好好想想要同我讨什么，想好了再来青丘寻我。谢姑姑。我也想要。小孩子要什么杀伤性武器啊？娘亲，乖。我也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明日再与两位会合。告辞。芊芊，你莫不是害怕与我父子俩一同入戏，会惹来什么闲言闲语吧？夜华君多虑了。原来你也知道，你我是有婚约的，完全不用避嫌。婚约？说起婚约，当时天君让我与你二叔订婚的时候，你还尚未出世。转眼间，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告辞。先聊留步。太子殿下，小殿下，这位先僚，不知本君何处得罪了你，竟要你在本君的大喜之日拿本君的园子出气。水君可是认错人了？你休想抵赖，我园中的珊瑚精亲眼所见，方才那股大风就是一绿衣小仙所为，这岂是你想赖就赖得了的？总不能将小孩子推出去认罪。水君此番说的极是，只因小仙之前一直守在十里桃林，这是第一次出来，就闯下这般祸事，败了水君您的兴致，还丢了我家上神的颜面，还请水君责罚。十里桃林？你是来自十里桃林的？正是。十里桃林那位上神，不是？我家上神确实有数万年不曾与各位仙家联络了。此番前来呢，是受青丘之国白浅上神所托，才有幸来看一看这水晶宫啊。白浅上神，姑姑和仙使一起来的吗？姑姑她没有来，之前姑姑到桃林做客的时候不幸抱恙，但之前姑姑又收了水君的帖子，不想扫了您的兴致，所以就委托小仙将这些贺礼带了来。这便是我家白浅上神的贺礼，一颗夜明珠。旁边呢是我家君上亲手酿制的桃花醉。此番小仙前来，确实只是来送这些贺礼的，但是没想到惹了这番大祸，还请水君责罚。仙使远道而来，未曾相迎，已是小神的过失，仙使就不要内疚了，也随小神到前殿吃一杯酒吧。吃酒就不必了，毕竟我家君上不喜欢我到处招摇。仙使才是客气。水君您客气了，小仙就此告辞。不过是喝一杯酒而已，仙使不必这么客气。我不过是小小说一个谎，这谎多半还是为了维护他生的那只糯米团子。他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却偏偏要来与我作对，委实气人。素素，你是当真将我忘了，还是在与我作戏？太子殿下，仙使，前方便是大殿了。
请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请上座。水君请。是她，你也认得这公主？认的是认的，不过我与她不熟。莫非太子殿下拉我来，是为了挡桃花？什么挡桃花？太子殿下，臣斗胆替舍妹求太子殿下一见。看，桃花来了吧？你先照顾阿离，我去就来。他不会真的将我拽入天宫吧？娘亲要去何处？娘亲去找你夫君，将你还给夫君。哦，娘亲是不放心夫君，怕他命会佳人，还用阿离做借口吗？你这个小脑袋每天都在想什么啊？你夫君他这么正直，怎么会命会佳人？走。今日未曾见到姑姑，实在是遗憾呐。姑姑今日没来，是否是因为知道太子殿下与北海水君都来赴宴，怕撞到了前后两任未婚夫婿，太过尴尬呀？啊？尴尬个鬼！大师兄，现在不是见面的好时机。走。二位上仙，好久不见了。
今日见到二位，真是高兴啊！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。娘亲怎么眼睛红了？娘亲许久没来到水晶宫，有点潮湿不习惯。那我们去找夫君吧。夜华君私会家人，我就这么过去，未免太不识相。娘亲，快走吧。嘿嘿，你夫君或许并不想被人打扰呢。娘亲再不进去放打鸳鸯，夫君就要被那妙清公主抢走了。你看，你夫君啊，青春正健，那妙清，我看也是豆蔻年华。这年轻男女啊，相互思慕，本就是伦常。人家既然已经做了鸳鸯，我们何必做去打那鸳鸯的棒子呢？对不对？坏人姻缘本就是不好的事情，啊，那妙清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你要去破坏人家？娘亲这是在责怪阿离吗？好了好了。他虽救过我一次，但我也好好向他道了谢。他却自以为从此后便在夫君面前有所不同，一直赖在娘亲的俊基山不走，痴缠夫君，很是讨厌。救命之恩是大事，岂是你说一句道谢就能了事的？他不守本分，他明知夫君有妻室，却还来纠缠夫君，还住娘亲的房子，用娘亲的炊具，还来抢娘亲的夫君。你方才说这东荒俊吉山是素锦的？不是素锦的，是娘亲你的。夫君说娘亲当年是个凡人，又与夫君在东荒俊吉山相识。你娘亲是个凡人？不是素锦。娘亲怎么又糊涂了？孩儿还是您生的呀！真没想到，太子殿下唯一的儿子，竟是个凡人生的。不过你从未见过我，怎么认得我是你娘亲呢？夫君画了2幅丹青，挂在擎天河草屋内，就是娘亲方才在花园的那个扮相，一身青衣白绫遮面。难怪。后来夫君说，娘亲生下阿离就跳下了诛仙台，还说娘亲去了凡间总会回来的。诛仙台？原来他娘亲当年抛下他跳了诛仙台，那想必是连尸骨也找不到。这孩子也真是可怜。娘亲这不在乎的模样，是不是已经心有所属，不要阿离和夫君了？你看啊，娘亲确实与你夫君有婚约，但今日才见到，委实谈不上在乎不在乎。借口！天要娶后娘，娘要嫁后爹。阿离果然应了这名字，活该长表团团圆圆，要一个人孤孤单单。你们都不要阿离，阿离一个人过罢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不哭了。哎呦，祖宗，我既是你娘亲，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啊，不哭了啊。可你不要夫君，你不要夫君，夫君就会娶了那妙清。夫君娶了那妙清，另生一个宝宝，就不会再要阿离了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我既是你娘亲，又怎么会不要你夫君呢？你夫君是我的心，我的肝儿，我的宝贝甜蜜件儿，是不是？真的？比真经还真呢。那娘亲快随我来。哎呀！娘亲该你出场了。我想想看，我要怎么出场？孩儿见过夫君。团
团子。姐姐是……这孩子，他唤我一声娘亲。眼下这样的光景，倒让我不由得生出一种作诗的意境来。妹妹说是与不是啊？天苍苍，野茫茫，有一只红杏，它要出墙。妹妹觉得可应景啊？娘娘息怒，苗青不知娘娘奉驾，苗青万不敢做娘娘妹妹。苗青只是思慕君上，并不求君上答应苗青什么。这次兄长要将苗青嫁到西海，那西海二皇子却是个纨绔子弟，苗青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出此下策以武相邀。苗青只愿生生世世追随君上，做个婢女伺候君上，并无他想，求娘娘成全。你说的那西海二皇子，可是蝶风？正是。他哪里纨绔了？你倒说来听听。他之前在昆仑虚，确实是个正人君子，但自从墨渊上神去了之后，他到了西海就意志消沉，终日饮酒作乐，玩赏美人。竟是如此。妙卿所言句句属实。估计是东海水君急着让妹妹攀附上夜华，才叫他如此说的。看他样子，早就对夜华情根深重，大师兄娶了她也没什么好。小团子，这位姑娘看起来呢，对你父君的真心真是日月可照。我这一棒子是真打不下去了，我还是走了。你不要走，娘亲方才还说夫君是你的心、你的肝、你的宝贝甜蜜酱，别人来抢夫君，你却任由他们抢去，你说话不算话。夫君，你不去追娘亲吗？不必追，夫君知道娘亲去哪儿了。那今夜我们还住在此处吗？不，我们去十里桃林。十里桃林，夫君要带我去？夫君有些事要问问那折颜上神。阿离睡了？睡了。他每日亥时都会入睡。这些年来，你又当爹又当娘的，实在不容易。夜华还没谢折颜上神的救命之恩。我还以为你不会谢谢。为何？300年前，我虽救了你，但却没有唤醒你。
那时候你万念俱灰，并不想活下去。既然不想活了，为何现在要谢谢我？不过现在看来，你又有了生的意念了。来，尝尝桃花醉。说吧，今日来这里又是为了何事？千秋百景。300年前，我在大殿上为你们定了这桩婚姻，那时候不见你感兴趣，现在却感兴趣了。夜华有3个问题。哪3个？说说看，看我能不能帮你解惑。白浅的眼睛为何如此怕强光？可是受过什么伤吗？那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。300年前，他与擎苍那场大战之后，受伤昏迷了多年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当然是真的，四海皆知啊。怎么？不信？你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老凤凰了，怎么会骗你一个后辈呢？是真的，真的真的。看着折颜上神的样子，也不像假话。莫非？不会。就算所有动作都是巧合，但那伤疤不会有假。红莲业火留下的伤疤，谁都去不掉。那第3个问题呢？他可曾忘记过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当真失忆过？哎，严重了，不是失忆，只是那几年他睡着了，发生很多事情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想到他是失忆呢？是我多想了。这小子可是知道了什么？难道他就是白浅要忘记的人？啊，对了，夜华，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。上神，请说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就一直穿着一身玄色衣裳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我就觉得十分奇怪，像你这么一个年轻人，怎么会喜欢暮色沉沉的颜色？这个颜色确实不大好看，但却很实用。倘若有一天我被人砍了一刀，血浸湿了整个衣服，别人也看不出来，会以为我跌进了湖里面。如果别人看不出来，我的敌人就不会因为伤害我而感到痛快，我身边的人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担忧。这一点，你倒是跟墨英很像。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猜测，你到底是不是墨渊？不是，我不是墨渊。来，君上，君上，你当真要入天宫？这是妙卿毕生所愿，求君上成全。你若执意如此，我便让天书带你入宫。待你日后想通了，再自行离开。奴婢谢过君上。
好吗？不错。哎，没想到杨青竟比夫君年岁大了这么多，夫君应该很遗憾吧？没有从小就陪在娘亲身边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姑姑她老人家不在狐狸洞。我知道，他还没回来。那殿下知道姑姑去哪儿了吗？他是从东海逃走的。逃走的？这，姑姑是得罪了什么人了吗？不该啊，她熬了10几万年，也熬成了上神，这四海也没什么人怕的呀。逃什么呀？我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先将阿丽留在这儿。小天孙？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自己怎么能带得了小天孙呢？我很好带的，给我一杯清茶，2本书就好。我娘亲平时喜欢看什么，都给我拿来。小殿下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自打你那么大就来了狐狸洞，压根就没出过青丘，我怎么知道你娘亲喜欢的是什么呀？白浅上神呀，就是我娘亲，她喜欢看什么我就看什么。啊！昔日烧素素的衣物，火苗会变成她喜欢的青色。若是……青色，是青色。怎么还不死心啊？这灯为什么？你不是没有素素的东西了吗？哎，你好不容易找回来，又灭掉它做什么呀？不需要了。不需要了。我已经找到它了。找到了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那凡人跳下诛仙台没有死？不可能，除非跳下去的不是他。都不是。你个闷葫芦，有什么快说呀！真被你给憋死了。原来这结魄灯日夜长明了300年，却没有结出半点影子，是因为素素并没有魂飞魄散，只是彻底将我忘了。没有魂飞魄散。凡人跳下诛仙台怎么可能不死？除非他是神仙。你说他是神仙？不错。哪来的神仙？都没上过天宫啊！他就是青丘女君，白浅上神。你说什么？此事暂时先不要对任何人说。我还有2件事情没有想通：为何当初他全身没有半分仙气，流落到东荒？为何到如今又忘了我？等会儿三叔先缓缓，我得捋捋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东华帝君，他最清楚300年前青苍破钟而出的事。我去趟太晨宫，麻烦三叔替我收好结魄灯。素素就是白浅，白浅就是素素。那当年你岂不是白折腾了？早知道就是他，娶回来就完了，四海同贺呀！太子殿下是来找帝君的吗？不错，帝君已经下凡间历劫了吗？是，已经走了。你一直跟在帝君身边，可清楚300年前青苍破钟而出的事？
事不是已经结了吗？青丘的白浅姑姑封印了擎苍，后来受伤睡了好多年。没有其他的。余下的小仙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殿下，小殿下你慢点儿！哎呀，小殿下，娘亲，娘亲，你说话不作数，明明昨日说好要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。迷谷万死，姑姑命迷谷好生守住青丘，可太子殿下的到来，我实在拦不住啊！迷谷请求责罚。夜华君也来了。夫君说娘亲不愿意同我们回去，是怕一时住不惯天宫。这没什么，我和夫君搬来与娘亲同住就是。只要有娘亲在，阿离是哪里都住得惯的。你要搬来与我同住，你夫君也要一起来。姑姑，淡定，这也是有先例的。先例？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，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表姐做太子妃，天君不满意，老天君一纸天旨下来，就把他罚到了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。没想到1个月之后，竟生出了情意来，便回了天宫为一桩美谈。美谈？对啊，夜华君来青丘小住，自是名正言顺，谁也驳不了他的去啊。我倒觉得他此番来是来找我麻烦的。姑姑在东海惹了夜华君，我棒打了他与那东海公主的姻缘。哎呀，那夜华君还不在，姑姑还能躲上一阵子。他不在啊，他把小殿下丢给我之后就走了。娘亲，阿离有些饿。你那里可曾留下饭食？不曾。小九呢？他在不是有人做饭吗？你走了之后，他就随着你去凡间报恩了。又去报恩了？嗯。莫非是东华帝君？罢了，我们先带阿离去蘑菇集买些吃的吧。嗯。来。他为了东华，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。300年前回到我府上，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，才算老实。他若在你府上，就给我看牢了他。这天上1日，凡间1年，最多不过2月，小九也就回来了。二哥该不会察觉。小九啊，小九，你可要快些回来，否则这次连姑姑也保不住你了。姑姑。姑姑回来了，怎么不见凤九殿下？往日都是小殿下给姑姑挑果子的。快回来了。这太甜了。姑姑，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，你做什么要将她教得这么老气呢？姑姑什么时候添了个小娃娃呀？昨儿添的。哦。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，蘑菇集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，不知道小殿下你可喜欢？娘亲，阿离想要这个，拿吧。丰收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！不过丰收了就只得贱卖。去年结的少，你们也赚了不少。果子看起来不错。你挑水果的功力是小九亲传的，你来挑吧。那这家就要半筐吧。
君，你来了，刚好。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，要一起吗？阿丽正在长身体，你就给她吃这个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蔬菜？这个枇杷还要不要？要。小花管咱们姑姑叫娘亲呢。是啊，还把这男人叫夫君呢。姑姑回来了。哎，这2条鱼啊，是小的孝敬姑姑的。姑姑回去炖了，将养身子。快来。多谢。他一个人照看儿子，确实该补一补。去做饭吧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我。到时我遣几名天将来给你出行。我受伤了，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嘛，姑姑。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。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儿。那屯子怎么办？米谷，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，说青丘出了不得了的大事。可我找不到他，姑姑。那这样，你去狐狸洞口贴个告示，就说狐狸洞需要厨娘，现在就要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样就好了。烧个火，添个柴总会吧。再多添点水。哦。哎呀，仙夫人委实好厨艺啊，将夜华君调教得如此好。哎呀，不对，他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，今日提起来，岂不是揭人伤疤？他同你一般。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添柴，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，他在军旗山怎么活下来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怕你伤心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素素。你看，都伤心过头了，都将我叫错了，不是？你去过东荒吗？东荒，昔日我和16师兄去东荒玩，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，猜到我是司音了，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来狐狸洞常住，想要找回师傅的仙体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一脸心虚的样子。没有啊，
你这个菜快做好了，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。先不管他，我就不信了，瞒了7万年的事情能被他查出来。父亲再让喂阿丽就变成皮球了。变成皮球多好啊！这样为父带你回天宫时都无需腾云，将你团起来滚一滚，就能滚进你的静云殿了。父亲是坏人。如今你倒是找了好靠山。没事啊。芊芊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阿离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尼古叔叔，你要多补补。芊芊，替我批出个书房处理公文。你要处理公文？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。哦。米谷。去把之前四哥的房间收拾收拾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米谷，过来。姑姑，是要睡了？啊，都睡了。小天孙每晚亥时入睡，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什么时候走？这倒没说。姑姑不是说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？米谷倒是怕。怕什么？米谷听闻，九重天已定找墨渊上神的仙宗有7万年了。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，姑姑。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，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那米谷先走了。芊芊，夜华，你还没睡啊？阿丽已经睡了，就来找你下下棋。下棋？夜华君，好兴致。听说你从小就在狐狸洞中，芊芊刚满1万岁你就来了。不错，算起来的确那么久了。芊芊若要做上神，按理说要经历2次天劫，一次飞升上仙，一次飞升上神。对啊。既然你看着他长大，想必知道他是如何经历这2次劫的。
让我想想，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太好使。姑姑飞升上仙是在昆仑虚，这太子殿下莫非是为了查墨渊上神的事而来？要小心些。我家姑姑飞升上仙，恰逢在狐狸洞里，狐帝亲自帮她打了。至于飞升上神嘛，太子殿下也知道，那是跟擎苍大战了一场。和擎苍大战？不错。他与擎苍大战一场，才会失去记忆，化身凡人。夜华，夜华，他就是你的素素，为何你还要反复确认？不管他忘了还是没有忘，他回来了就够。